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玉成公园，今天要在这边继续 Tony 开讲，来聊一聊近代儒家思想遭遇到的挫败。我们都知道，大清帝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，遭遇来自西方的挑战，而日本是在13年之后，1853年遇到黑船事件，被迫开放对外通商。面对当时来自西方的挑战，大清帝国、日本帝国同时开始进行改革，以回应西方的挑战。当时中国的改革称为自强运动，而日本称为明治维新。然而，中国的改革失败，自强梦碎，大清帝国走向灭亡，而日本则是维新成功，大国崛起。而这段历史也成为学者有兴趣的研究题材。为什么同属于儒家文化圈，中国跟日本同时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，一个走向失败，而一个走向成功？为什么呢？我今天的开讲就聚焦于这个主题。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，比日本早了13年。其实当时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反应极为迅速，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属于实用理性，重视学习。既然敌人有优点，我们当然要学习起来，增强自己的实力。其实不只是儒家思想，任何文化都一样，都会向敌人学习，来提高自己的竞争生存能力。例如台湾的原住民接触汉人之后，就很快的学习使用火绳枪，甚至后来学习新式的步枪。所以我们看到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，赛德克族不是只会拿弓箭，也会使用新式的步枪来对抗日本人呢。而在中国明朝晚期，当时的大航海时代，葡萄牙人东来，从事海上走私贸易。有一次被明朝的军队打败，明朝的军队虏获葡萄牙人制作的大炮，发现科技更为先进，嘉靖3年仿制成功，命名为佛朗机炮。佛朗机就是当时中国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。后来在中国东北的女真族兴起，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大金，开始对明朝发动总攻击。后来正史记载努尔哈赤病亡，不过也有一说他是被明朝的佛朗机炮击中受伤而死。所以当时如果明朝没有发生内乱，那么女真族是否能够顺利入关及建立大清帝国，那就很难说了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，当时负责处理鸦片问题的钦差大臣林则徐，其实就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儒家知识分子。他当时就命令幕僚编译英国人休穆瑞所著的《地理百科全书》，集成4州志。不过当时来不及出版，林则徐就因为鸦片战争中国挫败，双方停战交涉，林则徐因此被罢官革职，流放到遥远的伊犁去做悔改了。当时林则徐只好将书稿交给他的友人魏源，继续将4州志编辑成书。那后来魏源就是以4州志为基础，再加上他收集世界各国的地理资料，那终于在1843年正式出版《海国图志》这本书。当时是50卷，那后来又陆续扩编，最后形成100卷。当时《海国图志》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回响，不过后来传至日本，引起轰动。这本书成为天皇和大臣必选书籍。《海国图志》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观念，就是师夷之长以制夷，就是学习外国人的专长来制服外国人。那后来《海国图志》这本书就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之书了。当然，日本也是属于儒家文化圈。大明帝国亡国之后，儒家知识分子朱舜水在1659年抵达日本的长崎，他后来受邀至江户的水户藩定居。他在水户藩传播的儒学被称为水户学，影响深远。当时日本就自称小中华，是中华文化的正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已经被女真蛮族给灭亡了。其实不止日本这么认为，当时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朝鲜王国
也是这么认为。朝鲜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已经亡国了，那么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中国，中华文化就让我们朝鲜王国来继续传承下去。所以当时所谓的中国，其实是一个文化概念，就是中华文化的道统在哪里，那里就是中国。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现状的话，那么台湾就应该称为中国，而海峡对岸的邻国应该称为马国，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共和国，简称马国。所以儒家思想在近代的失败，其实不能说是儒家思想的失败，而是大清帝国的失败。因为日本并没有失败，反而是走向成功。那为什么两国同样是师夷之长夷之夷，为什么一个失败，一个成功呢？我在上一集的同理开讲就曾经举 IBM 这家公司来比喻大清帝国。IBM 这家公司错过了 PC 革命，而大清帝国则是错过了工业革命，所以一个成为忧郁的巨人，一个成为忧郁的帝国。IBM 在亏损最严重的1993年，聘请了一位外来的执行长葛斯纳来整顿 IBM。9年之后，葛斯纳退休的时候， IBM 又成为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，恢复昔日的荣光。后来葛斯纳写了一本畅销书，书名就叫做《谁说大象不会跳舞》。这本书的书名隐含的意义就是说，大象要跳舞真的很困难，也不容易做到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曾经有过光辉岁月的庞大帝国，或是说一个有过光辉岁月的百年政党，想要改革，就是会有很多的包袱，所以改革这条路走来会格外的辛苦。有时候甚至要走到不见棺材不流泪，才会真正的醒悟过来。其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不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么轻松简单，因为日本也是属于儒家文化圈，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，也是会有华夷之辩，也是会有不同的意见。但是日本能够比中国反应迅速，就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不是处于东亚的文明中心，这个国家的传统就是一直是对外学习，所以日本向西方学习，就不会有中国那种天朝模范生的历史包袱。当然学习起来就反应会比较迅速了。当然日本的政治体制也有利于这样的改革，因为日本是属于藩国式的政治体制，而不是像中国采取帝王中央集权制。日本的政治体制比较接近中国周朝的封建制度，就是王室只负责管理京畿地区，其余的国土就分封各国，让各国的国王自行管理。所以后来周王室没落，形成战国七雄，正如同日本也经历过战国时代。不过这样的地方分权有治理的好处，就是各国可以因地制宜，而能够迅速反应外来的挑战。例如战国时代的赵国，面对北方匈奴的威胁，赵武灵王自己就可以决定师夷之长夷之夷。他在国内迅速推行胡服骑射，就是规定国人都要穿胡服，学胡人骑射，所以很快学会胡人的骑兵战术，就可以击败匈奴的威胁了。这就是地方分权的好处，因地制宜。但是如果当时是中央集权，那么赵武灵王必须提报中央核准，可能就会被中央打枪了。你身为赵王，竟然自弃礼义之国，而学穿胡人的蛮服蛮旗了，所以中央不会核准这样的政策。而当时日本就拥有地方分权的优点，虽然中央德川幕府是崇尚儒学，但是各个藩主可以因地制宜。例如九州的长崎，作为日本锁国时代对外的贸易窗口，可以从荷兰不断的输入当时西方思想的书籍，翻译成日文，使日本在锁国时代仍然能够持续吸收西洋新知。而这门学问被称为兰学，虽然仍然不是当时日本的主流思想，但是也为后来的明治维新默默打下思想的基础。另外，像位于九州的萨摩藩也具有自主性，中央虽然锁国，
但是萨摩藩始终未忘情于海洋及国际贸易，最后还实际控制了琉球王国，作为对中国贸易的窗口。以上的这些历史背景，让日本能够比中国能够迅速地回应西方的挑战。所以儒家思想并不构成阻碍，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强调实用理性，强调学习。例如大儒荀子的《劝学篇》起句就有提到：“君子曰：学不可以以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，冰水为之而寒于冰。”意思是说，只要肯不断的努力学习，就可以超越别人。所以近代大清帝国遭遇到的挫败，就是因为大清帝国积习已久的文明傲慢吧。而当时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也陷于这种傲慢，心不甘情不愿，心里人瞧不起，而勉强的学习西方而已。一直到失败到退无可退的时候，才真正的觉醒过来。而这个时候，儒家人文理性的优点就凸显出来了，马上奋发图强，急起直追，而希望能够迎头赶上了。以上就是我今天Tony开讲的内容。当然，这一系列还没有讨论结束，今天只算是一个暂时告一个段落而已。那我今天的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